虽然你是聪明的兰坡女士，可是这件事发生在你预料之外的事，使你大脑空白。但你很快回过神来，你知道周小姐的死是无法挽回的。求生的本能使你瞬间想起的是如何摆脱一命抵一命的后果。你写的密室谋杀案让你恢复理智，而且你觉得所有事情都是由董思成引起，因而你想让他承担所有后果。你用书的情节精心布置，把案子导向另外一种结果。其实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掩盖你误杀了周夏露。你又用鱼线给我留下了线索，你可以堪称是迷局高手。夏洛姐，我下辈子还你的债。快点，赶紧走！老大，董思成来了。姓董的，我要给你同归于尽！你干嘛？全乱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廖烨，我现在回答刚才没有回答的问题。你问我孙小姐是谋杀了夏小姐，还是救了她一命？其实两者都有。从周密的谋杀计划来说，她确实有谋杀的动机。但是当夏小姐被电击的那一刻，孙小姐她良心发现，不想让自己曾经的姐妹死在自己的谋杀计划中。与其说是理智，不如说是本能。本能促使她冲下楼，拉下电闸，最后关头救了夏小姐一命。小陆，你为什么要做那么愚蠢的事？你恨这个男人，完全可以交给我来治他。为什么把自己掉进犯罪的深渊，万劫不复啊你？对，我是后悔，但我不后悔别的，我只后悔没有亲手杀了董思成。为什么？我又没得罪你。你看看我到底是谁？你不是孙小姐吗？记得7年前跳江而死的孙小红吗？我就是她的亲妹妹。原来你……我姐姐被你害得倾家荡产，还怀了你的坏处，你却在这个时候抛弃了她，跟一个有钱而多情的女子谈婚论嫁。我姐姐被你逼得走投无路，才跳江的。而失去姐姐庇护的妹妹，我就变成了交际花。探长，为什么不把这个狗男人抓起来？千刀万剐才解恨呢！彪爷，要以我张其芳的性子，非他娘亲手给他一刀不可。
可是一个人的道德败坏和犯罪事实是两回事。好了，这2起案子都真相大白了。我虽然感到惋惜，可法就是法，我也没有办法。把孙小璐带走。这是。走吧，孙小姐。走吧。我活着不能替我姐姐报仇，我死了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孙小姐，孙小姐，快拦着他！孙小姐，孙小姐，孙小姐。今天干什么去啊？我带你啊去前面那家新开的咖啡厅坐坐，怎么样？好啊。然后呢，再跟我这边谈兴趣。真的啊？那不说定了啊。下午你要陪我。今天下午啊，我一下午都有空，好好陪着你。看看花吧。窦思成，你个骗子！我害死你了！杀人了！是啊，公开犯人杀人了！啊，有人来过了。白小姐，案子虽然破了，但我没想到最终会是这样的结局。怎么了？我没注意到，你哪一天又换回不男不女的装束了？你把注意力都放在那些交际花身上了，什么时候注意过我呀？哎，方哥，当初是你让我穿的男装，后来又是你让我换回女装，你告诉我，我到底怎么打扮你才能觉得顺眼？其实都很顺眼。等等我。小姐，您到了。哎，慢点，慢点，慢点，我扶您吧。慢点。你们开门。是。等一下，兰妮小姐可以进去，你不可以进去。哎，你算什么东西啊？主播，把我送进去，不然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这人家不让进呐。看门狗的话你也听啊？走。兰妮小姐，我们有任务在身，她真的不能进去。弗兰克，弗兰克，弗兰
对不起，兰妮小姐，他们是前2天刚过来的，不懂规矩。来，我扶您进去。走开！你是谁啊？我是阿坤啊，兰妮小姐。阿坤是哪根葱啊？赶紧的，让 Frank 给我出来 ！Frank， 快点出来，不然你以后再也别想见到我了。Frank， 你快要给我出来 兰妮，你在这大吵大闹的干什么呀？你又是谁呀？你喝醉了，我扶你进去。我没喝酒，我没喝酒。快，我先扶你进去。我根本就没喝酒。阿芬，你站着干嘛？帮我扶兰妮小姐进去。兰妮小姐，你真的喝醉了，我扶您进去吧。走开！今天我不能下去了。是你不让我进去是吧？是你不让我进去是吧？干什么？把他拉下来！拉下来！你别怕他。别打了！姐姐！别打了！别打了！先生，你有什么吩咐？阿坤呢？把阿坤叫来。哦，他们刚刚在外面打架，出血了，我在给他们包扎呢。你有什么事儿就交给我去办吧。我这里有封信，你把它交给阿坤，让他务必连夜送到。听明白了吗？让他马上送去，马上。是，我马上去交给阿坤。哎，等等，啊，给我拿片阿司匹林。啊，好，我马上去给您拿。先生。我想到床上休息一会儿，你扶我过去。嗯，好的。先生，您等一下。吓了我一跳。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啊，是爱德华先生让我去交给阿坤，让他连夜去送的一封信。我能看看吗？不用了，你去忙吧。啊，你又不是外人，给您看吧。你要有事就先去忙。这封信我去交给阿坤。好的，谢谢。那我先走了。你酒醒得可真快。难道你真以为我喝醉了？现在看来你是装醉。没错，
看来我的演技还不算太拙劣嘛。你为什么要演戏？因为我要试试你对我到底有几分真情。Frank， 我真的很高兴，你今晚的表现证明你确实是个心口如一的君子，一个能征服所有女人的洋君子。可你让我非常难堪，我的叔父也会因此更加反对我们交往。你到底关不关心我们的未来？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但这对我们的将来……要是有胆量就出来！你是谁？快点出来！出来和我决斗！告诉我你到底是谁？站那儿别动！我不想杀人。如果你非要找死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不想问年轻人，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是来宣判你死刑的。那我就让你先去死！叔父出事了。Frank， 阿坤，怎么了？阿坤，
说你被一个女人砸了，你他妈有什么用啊？两个人连门都卡不住，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啊，对了，还有你，就知道吃，就知道吃，真他妈笨，你笨死了！秦方兄，不好意思啊，诸位，打扰你们的晨梦了。什么情况？案发时间大概在凌晨3点，3个小时以前，那个时候正下着雨，应该是最好的作案时机。死的是什么人？大英帝国的伯爵啊，叫爱德华，今年56岁，是这89号公馆的主人，也是英国王室远东集团的董事长，还是公租界工部局董事会董事。我这儿有份名单，是公馆里所有人和死者的关系。我们先看看现场吧。我来的时候就把现场封锁了，这是房门钥匙。谢谢，小宋。阿六，老大，检查四周，不要放过任何线索。明白。秦方兄，你打他们干嘛？被一个女醉鬼砸了一瓶子，要不是洋人的情妇，我非他娘的让他蹲几天大牢。好了，走吧。小宋，你带着这滩血迹，再拍几张照。真有英国贵族的范儿。燕儿，死因。利刃插入死者胸膛的位置很深，说明凶手一定是用尽了其全力。如果是一刀穿透心脏的话，那必定是一招致命。为什么说如果？有什么不确定？邦哥，你不是说过吗？破案不是猜谜，还是等进一步尸检之后再下结论。现场没有打斗痕迹，凶手很可能是死者的朋友，骗开门后趁机不备突然下手。小宋，你这是猜谜还是推测？推测。非常好。秦方兄，你会动一幅常年挂着的壁画吗？什么意思？画被动过。斜了2公分，一定不是被风吹动的。好眼力呀！可这要是主人自己不小心碰的，那你的发现对案情就没什么帮助。画的高度和背后的击沉，绝对不是无意碰到的。你的意思是，杀人凶手就是为了盗这幅个人肖像画？也许是。也许不是，算我没问。阿六，有发现吗？老大。今天天亮之前啊，一直在下瓢泼大雨，就算是倒一瓶浓墨，也早被雨水冲得一干二净了。那还站在那里干嘛？不是老大，你别着急啊，我再找找。凶手还真会选择时机。
邦哥，你来看，怎么了？看到这个小红点了吗？说明什么？这说明死者在死前一定往经脉里注射过什么东西。小宋，拍紧一点。军帮，这可不是一起普通的杀人命案，死者可是大英帝国的伯爵贵族啊！我可以说，那帮洋人肯定不会让我们轻松。哎，你可得用心。名单上的人没有离开公馆吧？我干了这么多年探长，这我还能不知道？所有昨晚在公馆过夜的主仆，我都给你集中在楼下大厅里，等待你的询问。现在就去。巡捕房把我们都关在这里，想干什么？难道把我们当成凶手吗？亲爱的，你别生气。出了这么大的意外，只怕我们都会被当成嫌疑人。但是上帝会为我们作证，真正的凶手肯定不在这个屋里。哼，他们也不动脑子想想，被杀的是谁？是我的叔父，是我弗兰克的亲叔父。那就让我来帮你排除。这位是弗兰克先生，死者的亲侄子。好，弗兰克先生，我很希望第一个排除您的嫌疑。你是谁？在下杨金邦。啊，你就是杨金邦。我对你早已有所耳闻。探长告诉我，案发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冲进死者卧室的。对，我一听到警铃，就知道叔父出事了，我取了枪就赶过去了。我想问一下弗兰克先生，你听到警铃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叔父出事了。出什么事呢？那我怎么知道？既然不知道出什么事，为什么想到的是拿枪？在正常情况下，听到警铃响起，第一想到的应该是老人家有什么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作为亲人，首先想到的应该是药物跟急救用品，但你却想到拿枪，这是不是有些不合理啊？你的意思是我拿枪去杀了自己的叔父？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检验结果证实了死者不是死于枪杀。那你为什么对我拿枪那么感兴趣？你可能没有听懂我的话。我刚才说，是在正常情况的基础下，你拿的是枪，而不是急救用品和药物。那可以说明，这个公馆在案发之前，可能已经发生了一些不正常的事情，也可以称之为案发先兆。算你说对了。叔父最近总是感到特别紧张，甚至还请了巡捕房的人。可没想到巡捕房派了2个笨蛋过来，让凶手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进公馆，刺杀了我的叔父。等等，弗莱克先生，为什么你会说是外人溜进来杀人呢？因为是我亲眼所见。如果我早到3秒钟，就能抓住他了。那请弗兰克先生把你看到的事实都告诉我。弗兰克先生，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什么？我当然没有必要保持沉默。告诉你们，我当时正在荷兰尼。侦探先生是问你听到警铃之后的事儿，提之前干嘛？我告诉你，其实这件事情非常简单。我一听到警铃就取枪奔出门去，门口正好遇到阿坤他们，我就让他们跟着我一起奔向叔父的卧室。我打中他了！快！这么说，你就这样的追出去了？是的，因为我确定凶手已经被我打中，我当时就想抓住凶手。我的意思是，你起码也该关心一下他还有没有救，但是你没有，就这样去追捕凶手，好像不太合理吧？我是个医生，知道吗？我知道伤者是否还有救治的希望。刀深深地插在我叔父的左胸，是左胸而不是右胸，也就是直插心脏。就算上帝也救不了他了。停下来救治已经死亡的叔父毫无意义，所以我才去追凶手的。这你明白了吗？我当然明白。你是说，你当时就确定他已经死亡，所以你就没有顾及已经毫无救治必要的叔父了，而去追捕凶手了？非常好。
既然你听懂了我的话，那就请你以后不要再用这种怀疑的眼光看我。记住你在跟谁说话，一个因果子爵。好，如果我刚才所言有失恭敬，我向子爵先生道歉，请你接受。算了。 小宋，把这个拍张照。小宋，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铁盒提取到指纹。我试试。嗯，继续吧。案发之后，还有谁经过案发现场？我想，公馆发生那么大的事，应该没有人还可以安然大睡吧？杨先生说的没错。 巡捕房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在座的各位都在案发现场。是我，弗兰克之后，我是最早赶到现场的。啊，弗朗西斯牧师随后也到了。事实上，我们俩几乎是同时赶到爱德华卧室的。那好，请两位告诉我当时的情况。 我说吧，当时告诉他，公寓里的人都能证明你我没有作案时间。你就这么跟他说，免得我们被怀疑是凶手。突然间，公馆铃声大作，弗兰克说叔父出事了，那我当然也不能自顾自地睡觉了。 随后，我也赶了过去。当我赶到爱德华先生的卧室门口时，弗朗西斯先生也同时赶到，我们就一起进了房间。父亲，父亲，父亲！弗兰克，弗朗西斯。 你和我叔父在同一楼层，而你却在我之后才到，你不会睡得那么沉吧？弗兰克，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还能做什么？他已经死了。那我们赶紧报案吧。好。哎，张台长。 牧师，您是神职人员，我无意冒犯。但是，我对弗兰克先生的提问也很感兴趣。什么？按弗兰克先生所说，你的卧室跟爱德华先生的卧室在同一楼层。按理说，事发后你应该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但是为什么你是在弗兰克先生追捕凶手之后才出现在现场的？难道？ 你对你义父的生死不关心？你说的太对了，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和我同样享有爱德华50%的财产继承权。他回到上海，恐怕就是为了尽早获得。弗兰克，你要保持理性。弗朗西斯是神职人员，他不会对那些遗产感兴趣的。去他的神职人员，穿一身教袍就仁慈了吗？我看他天生就是个缺少教养的家伙。牧师，虽然。 我对弗兰克先生用血统论是非的观点不赞同，但是就事论事，你应该对我们的疑问做出解释吧。
杨金邦，你给我来一下。现在？嗯。 弗兰克，你这样对弗朗西斯不公平。什么叫公平？难道你们中国人说的男盗女娼对我就公平了吗？这边。就在这儿。嗨，约翰逊。我现在应该称呼你老同学好呢，还是应该称呼你大侦探好呢？什么称呼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一团糟。金邦，你千万别跟我说连你也没有能力侦破此案。这正是我想说的。得了吧，我知道你们中国人崇尚中庸之道，不喜欢把话说得太满。但是对于此案，你不能有半点含糊，而且必须限期破案。约翰逊，在我眼里，这个案子和其他的案子没有什么两样。本案的死者不是个普通人，他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贵族功臣。他的被害牵动的不仅仅是英国驻华领事馆，而是整个英国贵族阶层。听明白了吗？你真不应该帮我出事。我以为你会感谢我。你怎么走了？你不是送我4个字吗？限期破案。现在去啊！张探长。我英国驻沪总领事韩德勒大人严令巡捕房破案，并将此案的社会影响控制在最小程度。从现在起，对新闻界封锁消息。这个案子有任何进展，都必须直接向我汇报。尽力而为，一定尽力而为。如有纰漏，你这个巡捕房探长就算当到头了。记住我的话。是。请。伺候洋人真他妈憋气。走。老大，功夫不负有心人呐！你猜我找什么了？老大，你看啊，这个弹头夹呢，是从出事房间对面那个花草木门发现的。我大概测量一下它的弹道角度，应该是从2楼那个窗户射出来的。既然不知道出什么事，为什么想到的是拿枪？你的意思是我拿枪去杀了自己的叔父？我打中他了，快去楼下！因为我确定凶手已经被我打中，我当时就想抓住凶手。有意思，装起来。有什么发现？警方兄，弗兰克的手枪在你那里吧？是的，那是本案的重要证物。那就麻烦你现在拿过来吧。给我，再去查。把枪拿过来。去问问你们的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还我们自由？真是不顺了。弗兰克先生，如果你觉得你是清白的，随时可以走。难道你还怀疑我是凶手？恰恰相反，我正在努力排除你的嫌疑。我能有什么嫌疑需要被排除？弗兰克先生，这个是你当时所持的手枪吧？这把手枪总共有6颗子弹，现在还剩5颗，合着一个空弹壳。这说明你当时看见凶手从窗口逃离现场，在你的射程之内，你确实开了一枪。可是这个凶手最后还是逃之夭夭了。你究竟想说什么？我只是想问，为什么不连续开枪？你不觉得这个问题太过愚蠢了吗？请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个医生，不是职业杀手。我是第一次向一个活人开枪，我不想打死凶手，我想抓活的。这样回答够了吗？那你有没有想过，你带人从2楼到花园需要的时间是1到2分钟，这个时间刚好为凶手创造了逃离的机会。
我当时想，一个受了伤的凶手是不可能那么快就逃出后院的。为什么那么确定你打中了凶手？我向他开枪，他倒地了。但我在想，你或许不是瞄准了凶手。我不瞄准凶手开枪，难道我是在有意放纵凶手吗？这个弹头是我手下在花园的木门上找的，和你枪中所剩的子弹完全一致，而且从子弹射入木门的角度来判断，这颗子弹是从爱德华先生2楼房间的窗户射出来的，窗口和花园距离大概5米，但你却偏偏打偏了。对此，我只有2种解释：第一，子爵先生确实不会玩枪，枪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第二，就是子爵先生在演戏，在演一出故意放纵凶手的戏。窗口和花园距离大概5米，但你却偏偏打偏了。对此，我只有2种解释：第一，子爵先生确实不会玩枪，枪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第二，就是子爵先生在演戏，在演一出故意放纵凶手的戏。天哪，你真是我所见过的最愚蠢的侦探！我乐意接受你的评价，但是你有义务对我的疑问做出解释。如果是我故意放纵凶手，那我又会是出于何种目的？你们不是最讲究作案动机的吗？这并不难。你不想跟一个没有白人血统的外人分享爱德华先生的财产，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你策划了这么一场谋杀。我要到会审公廨控告这个黄皮肤的中国人对一个英国贵族的恶意诽谤。用你们中国话说，我要让你吃不了全带走。是吃不了兜着走。好，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吧。弗兰克先生可以走了。过来，兰尼，你没必要留在这儿。接受一个华人侦探的盘问。我们走。杨先生，关于我为什么比 Frank 迟到的问题，我想……好了，你们可以休息了。我走了。哎，我重申一下，请各位最近不要离开上海，以便我们巡捕房随时召唤。散了吧。死的是谁呀？是伯爵，伯爵，还是个谁啊？人都被抬出来了，怎么出这样的事？就是啊，怎么回事？这么大胆？就是。邦哥，怎么了？神色不对啊。死的是白人贵族。你知道我最不希望看到什么结果吗？你最不希望看到的是，你为一个洋人被害竭尽全力。却把一个中国人推上了断头台。在你面前，什么都掩不住。那你就对我什么都不要掩着了。哎，你觉得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邦哥，你是不是心里已经锁定了一个目标了？现在判断谁是凶手，还为时过早。你和小宋有什么发现？有，我们发现了。杨金豹，你什么意思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那个弗兰克明明有很大嫌疑，你为什么不一鼓作气？第一，弗兰克在案发时有明显不在场的证据；第二，他被我激怒的时候，他的情绪是没有表演做作的。所以，
他不是凶手。照你这么说，你刚才的推理都是故弄玄虚？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去伪存真。与其说我在努力证明他是凶手，不如说我在努力替他排除嫌疑。这是侦破每一个谜案不可或缺的条件。可是按照你刚才的推理，可以说是滴水不漏。那个弗兰克的确有很重大的嫌疑。更大嫌疑的是另外一个人。谁？应该是4个字吧。弗朗西斯。走。弗朗西斯，凶手是弗朗西斯。现在只是觉得那个弗朗西斯身上有疑点，在找到有力证据之前，还不能下任何定论。如果本案凶手正是爱德华伯爵收养的那个中国人，那么本案就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了。约翰逊先生，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明白。我的意思是，凶手是中国人，而不能是英国人。您这话有些不合逻辑之嫌。凶案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以官方的意志随便预定凶手就是中国人。但刚才你跟我说那个凶手不就是那个中国小子吗？我们只是说他身上有疑点，在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确认他就是凶手。那就赶紧去找到证据。这正是我们在努力工作的。但是，好了，探长先生，别再说了。我已经为本案的最终结局给你定了调，你不能跑调，知道吗？我想提醒你，英国领事馆对公租界巡捕房占有60%的话语权，你别忘了我对你说过的话。对于本案，要是出半点纰漏，你这个巡捕房探长就当到头了。哎，我知道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恨不能扇我一耳光，对吗？可是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迷信说法，你本来就缺乏教养。实话告诉你，巡捕房能够这么快提交嫌疑人，就是因为弗朗西斯的报告，说明他的报告很有成效。你可以走了，探长先生。哎，老大，吃饭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断肠。老大，你们先把手里的活人放下来，先吃饭啊！哎呀，你看你们又不是第一次查这么大的案子，怎么连饭都不吃了呢？你们要是不吃饭就能破案的话，我5阿6宁愿陪着大家饿他3天3宿，绝无怨言。老大，你倒说句话呀！行。你们要是真不吃饭的话，我就把这些饭呀拿出去喂猪。哎，别，拿过来，谁说不吃了？哎呀，好多好吃的呢。今天点的什么饭呀？我看看。哎，小豆，真香。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苦不出丑，谢谢。你放点啊。哎，先吃饭吧啊，先吃饭。哎，张探长哟，张探长，你今儿来蹭饭啊？不好意思啊，我们今天真没多余的。这都哪个点了？你们吃的哪顿？中午。我们的时间啊，是用来证明案发的过程，而不是定时吃喝的。老黄，别品了。探长，过来催命啊！倒水。好。我不是催命，我是来押命的。我把我这条命押在诸位的身上了。什么意思啊？英国领事馆，那是我亲爹亲妈，他现在要求我限期破案，否则我这个探长就当不成了。当然，我也不是非当不可，可你们也知道，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就靠这点薪水养活着，所以对不住各位了。在破案之前，我就在你们这儿蹭口饭，打个地铺。阿六，把验尸房那个床留给张探长。哦，谢谢。不谢，
领事先生，据巡捕房报告，死者爱德华的养子，我必须说明一点的是，爱德华的这个养子虽然有一个英格兰人的名字叫弗朗西斯，但是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爱德华收养弗朗西斯的时候，他还是个刚满5岁的孤儿。爱德华把他带到伦敦，当成自己的儿子，送进基督教学校，后来又成为一名牧师。上个月才从伦敦来到上海。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你想说的本意是什么？我的本意是，英国贵族爱德华虽然收养了这个中国孤儿，给了他最好的教育，但是能改变他的生活状况，却无法改变他的华人血统，以至于这个忘恩负义的中国小子为了得到爱德华的财产，谋杀了他。这是事实吗？哦，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可能。什么意思？据巡捕房说，他们找到了有关弗朗西斯的作案嫌疑，只是还缺乏实证。但是据我了解领事阁下的意思后，觉得这正是我们寻求圆满了结此案的最好结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可是你能控制得住事件最终的发展方向吗？当然能，我一定能。非常好。我再向你重申一遍，这个案子关系到大英帝国长期在华的利益，我希望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桩命案，而是一场政治风波。我们必须对这场风波加以有效的主导，使之让它按着符合我们国家的利益方向圆满了结。你听清楚了吗？您请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局势失控的。很好。综上所述，加上这些照片，足以还原案发现场的出情。这表明，案发时被害人和加害人没有进行任何激烈的搏斗，所以说在案发前，凶手很可能已经偷偷潜入卧室，伺机突然下手，杀害了被害人。那你觉得，凶手应该是一个外来的神秘客吗？破案不是猜谜，没敢下这样的结论。燕儿呢？好，我先就这几件心有存疑的物证做个介绍。首先是这把手枪，我们到达案发现场的时候，发现这把枪掉落在离死者不远的地板上。经过检验，扳机上的指纹是死者本人的，所以我推测死者曾经面对过凶手，并企图开枪，但他显然不知道枪里没有子弹。不仅如此，还有这个装子弹的盒子，里面是空的。小宋已经提取了上面的指纹。公馆里的人说，死者最近都有精神紧张的情况出现，所以他自己准备的手枪里不可能没有子弹。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有人在案发之前把他的子弹拿走了。能进入死者房间，并在死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拿走他枪膛里的子弹，我想除了公馆里的人，外人应该很难做到。完全同意。有意思的是，刀柄上有2枚指纹，其中有1枚和子弹盒上的指纹完全吻合。燕儿，你的意思是说，取走子弹和杀死老毛子是同一个人，对吗？看来我们的现场勘查还是大有收获的。我感觉我们已经慢慢的靠近真相，凶手呼之欲出。哎呀，我仿佛已经听见了凶手正一步步地走向断头台。哎，燕儿，你说的那句“如果”是什么意思啊？哪句话？利刃插入死者胸膛的位置很深，说明凶手一定用尽了其全力。如果是一刀穿透心脏的话，那必定是一招致命。
你当时用了“如果”，你是不是对爱德华的死有所怀疑？对，你们看，这是案发现场所有的照片。从现象上来看，死者胸口插入了一把利刃，按照常理来讲的话，必然会穿透心脏，一招致命。你的怀疑是他身旁这滩血迹？对，如果死者是被直接刺中心脏而亡的话，那必然会导致大量的出血，而且血流是呈喷射状。用医学角度来解释，就是心脏破裂瞬间的失血过多而导致死亡。但是你们看，死者身边虽然也有一滩血迹，但是出血的量很小，而且血流是呈缓慢状流出，所以我就对被害人直接死亡的原因产生了一点怀疑。那你说怎么才会出现这种异常情况？我想，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如果刀是死了之后才插进去的呢？那么没有了压力的心脏动脉就不会有大量的血流，血流也不会呈喷射状，出血少的疑问在这儿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可那死者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们的尸检中还有别的致命外伤吗？有，这里有一个小疑点，你看。从照片上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们在他的手臂上发现了一个小血点，应该是静脉注射留下的针眼。真佩服你们观察细致。不过，要是蚊子叮了，也会有这么个小红印儿。他总不可能被蚊子咬死的吧？如果注射的是一些毒物的话，就不是蚊子叮那么轻松了。你们的意思是说，凶手给死者的静脉注射了毒药？经过初步检验，我并没有发现死者有任何中毒的迹象。但是死者究竟注射了什么，现在还无法定论。如果这个小血点的确是针头注射留下的，那么在死者房间里面肯定能找到这个针筒，把针筒找到医化院不就完事儿了吗？可是我们在案发现场并没有发现任何用来注射的器具啊，而且我们在现场发现了一个医药箱，箱子的盖子是打开的，这说明有人刚刚从里面取走了东西。我们在里面只发现了一些阿托品药物，但是并没有发现针筒。按你们上面总结的，我觉得还有一点，有可能注射和谋杀并没有关系，可能死者真的是因为神经紧张，给自己注射了一些缓解情绪的药物。我也这样考虑过，但是针筒的不翼而飞，使我无法确定死者生前究竟注射了什么。那很简单，马上解剖尸体，进行验尸。但是我们现在还差一个手续。什么手续？你别忘了，死者是一个英国贵族，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征求家人的意见，再进行解剖，以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是查案的，只要能查明真相，怕什么麻烦？邦哥，杨锦妈，我觉得燕儿小姐说的对，死者毕竟是英国贵族，咱们还得小心为是。齐方兄，破案时机稍纵即逝，如果现在还去分什么贱民贵族的话，要是被凶手发觉，这样会对我们查案造成很大的难度，你明白吗？我明白，我比你明白。说实话，我比你们还着急想破案呢。我恨不得马上破了案，向我的英国领事馆的亲爹亲妈去汇报。你以为我想睡这个验尸房啊？可是，咱们这案子要破，还得讲策略。这样吧，这件事儿交给我，我去英国领事馆跟他们商量一下，争取取得个授权。金邦老弟，杨先生，牧师，看来牧师的兴趣挺广。我想可能你们需要这个东西，就带过来了。燕儿，看来牧师是要给我们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啊。我觉得我无意间犯了一个大错误。现在你们即便说是我杀死了父亲，
我觉得也不冤枉。你的意思是，你解除了爱德华先生的武装，而让凶手可以轻易把他杀死，这也是出于无意的？是的。如果我不拿走他的子弹，或许他可以逃脱。我非常欣赏牧师你的勇气。继续。各位先生们、女士们，我要宣布一个私人决定。在这里跟各位度过了3年的欢乐时光，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台上为大家献唱。最后一次，这是什么意思啊？为了表达我对大家的谢意，今天晚上所有的酒水我免费提供，请大家畅怀痛饮，尽情狂欢吧！是什么事让你突然变得如此兴奋？我为什么就不能兴奋？是可以，可我叔父刚刚遇害，尸骨未寒，你就不能表示一点点的尊敬吗？那个老毛子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他遇害的时候，你正在他亲侄子的床上。就因为这个，我就得像他的亲侄子一样为他披麻戴孝啊！弗兰克，我们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何必那么认真呢？你终于承认了，你不只上了我的床，还和一个披着牧师外衣的中国流氓勾搭成奸。你真是个……闭嘴！不要以为你披着张羊皮你就无比的高贵，在我眼里，像你这种洋鬼子，最无耻、最卑鄙。弗朗西斯比你高贵100倍，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侮辱他。他已经去宣布房自首了，杀死我叔父的凶手就是他，你等着给他收尸吧。牧师先生，请喝咖啡。谢谢。
牧师，我们要对您的陈述做一个笔录，您不会介意吧？不介意。谢谢。继续。我之所以偷偷拿走他的子弹，是担心他用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你说，爱德华有自杀的倾向？事实上，3天前他已经这样做过。不，快停下！父亲不，父亲别这样，快给我！上帝会拯救你的！别管我！我求求你给我！父亲，别管我！放手！别这样！为什么？什么？爱德华先生不会无缘无故的要自杀吧？哦，对于这一点，我还无法确定是因为什么。可是，我记得当时他说过一句话。什么话？他说：“灵魂一旦沾上污血，无以救赎。”那你有向他追问吗？当然，可是他没有给我做解释。我担心再出意外，就取走了子弹。没想到那天夜里我觉得这就像我亲手杀了他一样。现在看来，父亲那句话是留给我的，就是那句“灵魂一旦沾上污血，无以救赎”。对，我现在就感觉我的灵魂也沾上了污血。那你主动找我们，是想自我救赎？不，我的灵魂不是我自己可以救赎的，是我心里的上帝。杨先生，我可以走了吗？当然。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向你们澄清一下，就是为什么案发当晚我会比 Frank 迟到2分钟？对，按你所说，你早就意识到爱德华先生要自杀。按常理，你应该听到警铃之后最快赶到现场的。为什么你会迟到2分钟呢？因为当时我在读圣经。牧师先生，您会因为读圣经而置义父的生死于不顾吗？不会。可是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因为太专注于读经了吗？不是，是我不知道铃声从哪儿传出来。不是你骗鬼呢？你自个儿家装的警铃，你不知道用途吗？事实上，我来到上海不到1个月，这个家里的所有设施我都不是特别清楚。铃声响起的时候，我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后来听见 Frank 的声音从我门前经过，又听见了一声枪响，我才知道父亲出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比他迟到2分钟的原因。好吧，看来没有人相信我。不，牧师的解释没有问题。我可以随便。哎，老大，那个弗朗西斯说话阴阳怪气的，肯定有问题。还站着干嘛？忘了自己外号啊？我知道呀，我叫马黄。老大，你放心啊，我盯死他！我这个弗朗西斯的话信得过吗？小宋，提取指纹。我说来了半天没人给我倒水，这弗朗西斯一来还给他冲咖啡，原来你们是有这份用心呐。弗朗西斯说的话你好像不太相信。真相大白之前，我谁都不信。
哦，对了，我得赶紧去弄那个验尸报告，很快回来。来，吉祥挂件，吉祥挂件，快挂件了啊！看一看，来，哎，先生，吉祥挂件，快挂件来，吉祥挂件，尝一尝了，便宜了。 姐，他不会真的自首去了吧？我们再等会儿。哎，来了，他来了。我是上帝的儿子，我要听从上帝的召唤，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霞飞路89号，谢谢。哎，姐，怎么回事？远！哎，姐，有巡捕。牧师，您是神职人员，我无意冒犯，但是我对弗兰克先生的提问也很感兴趣。你说的太对了，他就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他和我同样享有爱德华50%的财产继承权。他回到上海，恐怕就是为了尽早获得。弗朗西斯是神职人员，他不会对那些遗产感兴趣的。去他的神职人员，穿着教袍就仁慈了吗？我看他的血统就注定他是一个邪恶之徒。 邦哥，检验结果出来了。刀柄上的一枚指纹和弗朗西斯留在咖啡杯上的指纹完全吻合。看来这个穿着教袍的人内心却隐藏着一颗魔鬼般的心灵。父亲，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可是死者枪膛里的子弹是他取走的，插进死者胸膛的利刃上又有他的指纹，这都是铁证啊！你还有什么疑问？我的疑问是他的动机。弗兰西斯从小就被爱德华先生收养，又给他最好的生活，给他最好的教育，按道理来说，应该是知恩图报。那为什么到了上海才不到1个月，就要向自己的义父下毒手呢？我真的不觉得他是这种人。可我们现在是在破案，你任何个人的感情色彩都会影响到你的判断。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就算他是真正的凶手，
他为的不是贪婪，一定是因为某一种原因。到天津的旅客登船了。走吧。姐，我们该走了。把票都拿好，拿到手上。别送了。保重啊！没事啊。各来信。没事，放心吧。你也照顾好自己啊。看好。哎呀，好。快回去吧，回去吧。小弟一路平安。拜拜。元康，怎么了，姐？我们不能走。为什么呀？我们不能留下他一个人在上海。他这是搞什么鬼啊？怎么说好的又变卦了呢？我们现在回去。哎，姐，如果咱们现在不赶快离开上海，那只怕会……管不了那么多了。总之不能扔下他一个人。走。本案的死者不是个普通人，他是我们大英帝国的贵族公臣。他的被害牵动的不仅仅是英国驻华领事馆，而是整个英国贵族阶层。听明白了吗？约翰逊先生，您这话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凶手是中国人，而不能是英国人。我们只是说他身上有疑点，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确认他就是凶手。那就赶紧去找到证据。张探长，我已经为你扫除了一切障碍，条件是这一切不得向外界公布。谢谢。领事馆之所以给予那么大的支持，就是希望凶手必须是那个中国小子，并要尽早结案，明白了吗？好，明白。案发那天晚上，我们几个都参与了大门口和那2个混蛋巡捕打架，可就是一个人没露面。他在干什么？你们都给我想想，他会在干什么？弗兰克先生，您说的那个人是弗朗西斯牧师吗？是的，你很聪明。那么，请你想想，案发前你是不是发现过他有什么不正常的举动？牧师，您吓了我一跳。你手上拿的是什么？哦，是爱德华先生让我去交给阿坤，让他连夜去送的一封信。我能看看吗？阿芬，你是不是想起了什么？不，我没有发现弗朗西斯牧师有任何不正常的地方。那你们呢？没有。我养了一帮愚蠢的中国人！我告诉你们，弗朗西斯已经去自首了，知道吗？你们必须向巡捕房提供更多证词，让他永远不能回到这儿，明白了吗？弗朗西斯，有事吗 ，Frank？ 你还好吗？非常好 ，Frank。邦哥，你是说我们目前所获得的证据证物全都是毫无意义的？不，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并没有那么简单。但也不能因为嫌疑人是我们的同胞就无视法律吧？对，我同意小松的观点，你也要理性判断。其实，在你们验明那枚指纹之前，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弗朗西斯了。虽然他跟我们说了拿走子弹，还有迟到2分钟的事，但是他拿走子弹，并不代表他可以阻止他义父自杀。对，没有枪可以伤掉，可以复读，要死还不容易。所以说，他说拿走子弹了事的说法，完全是欲盖弥彰。对，没错。还有，他说他迟到2分钟的原因，是因为他不知道警铃响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但是，一般人都知道，警铃声是紧急求救。他之前说过，他已经知道义父有自杀的冲动。那为什么警铃响的时候，他没有走过去看他一眼？他的解释不是前后矛盾吗？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什么？我也想知道究竟为什么。凭现在的物证，抓回来一审就知道了。说得好，金巴，现在这个弗朗西斯不光有嫌疑，而且有那么多确凿证据支持。你说我们巡捕房是不是应该立即抓捕他？齐方兄，
我希望你再多给我一些时间，让我查明他们的谋杀动机。他们？他还有其他同伙吗？我可以确定地告诉你，这个案子不可能一个人完成。那按你这么说的话，弗朗西斯刚才主动找上门来，是想引开我们的注意力，掩护他同伙逃跑。我马上行动。哎，他不会逃跑。凭什么这么说？直觉。你一向都讲证据的，你什么时候也开始相信直觉了？老大的直觉实在太准了。老大，这个弗朗西斯到了16号码头绕了一圈，就回公馆了。回公馆了啊！辛苦了。没事，老大。秦王兄，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明他们的谋杀动机，还有，嫌疑人是一个英国的神职人员，是不是应该慎重一点？啊，这个倒不用多虑。这个凶手必须是披着轿袍的中国小子，这是英国人定的调调，而且现在刚好事实符合。英国人定的什么？我就这么随便一说。啊，对，这是英国领事馆同意对尸体解剖的授权。有了这个，你们就可以把那老毛子大卸8块。我走了。看来英国领事馆已经插手此案了。不管谁插手，这个案子都要继续查下去。宁儿，先做解剖。好，阿六啊，搭把手啊，行，没问题。小宋，跟我跑一趟。去哪儿？公馆。牧师，对不起，牧师，我吓着您了吗？没有，进来吧。你有什么事吗？我无意间问了问阿坤，可是他说您没有把爱德华先生的那封信交给他，所以我就想问问。阿芬，上帝是不允许说谎的。但是我希望你能忘掉这件事。那封信，我已经交给上帝了。